大家好，我是 Jess。我相信对于很多来英国读书或者工作的朋友来说，来到英国之后，第一个要做的东西可能就是买很多的日用品，去准备我们接下来在英国的生活啦。在这支影片之中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对于我来说10个最重要来到英国必须买的生活用品。还有，我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从我的经验之中，我总结出来在哪里买这些东西是最便宜的呢？另外，其实我还有一支影片是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从我出发前到达英国机场的时候中间的经历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在这边找到。我差点忘记要提醒你们订阅我、追踪我，还有喜欢 like 我的影片。我在下一支影片呢，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英国一天需要花多少钱呢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请继续留意我的影片啦。好吧，就让我们快点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第一个东西就是滤水器还有滤芯啦。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英国的水是 hot water 阴水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习惯是先把水加热才喝的话呢，长期下来我们会发现电水壶里面会有白色的一层。又或者我们洗碗之后呢，把碗放着，会发现久了之后呢，会有白白的一层东西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我们叫 lime scale 的东西，中文是水垢。到底饮用 hot water 对于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呢？根据英国官方的说法，其实呢，英国的水是非常安全可以饮用的，因为他们有做很多的监管。不过呢，有人说饮用 hot water 是会导致掉头发。我个人呢也是觉得，在英国的时候呢，我是比较会掉头发的，尤其是洗完头之后呢，头发是一把一把的掉，很恐怖。但是我用完这个之后呢，我觉得它确实有改善这个问题。这个滤水器呢，它声称是可以改善水质的硬度。我自己也有感觉，其实用了它之后呢，我的头发比较不会掉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在英国生活第一个重要的东西。我买的时候呢，我是一个滤水壶配6个滤芯一起买的。我是在 Amazon 买的，这些加起来呢，我买了27磅62p。我觉得我算是买的划算，因为我看到别的超级市场，譬如说 Asda 来说呢，他们买6个滤芯就已经要29磅99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买便宜了。我一来到英国的时候就到处找滴露 Dettol， 因为我个人呢是比较习惯用滴露来消毒还有清洁家居的。而且呢，在这个紧张的时期呢，我也想定期倒一些滴露进去厕所的排水孔里面消毒一下。不过呢，在英国来说，滴露真的是大缺货。我去了很多的超级市场，还有他们的网站，也找不到滴露。其实我在 Amazon 是看到有货的，不过他们就卖得很贵，3支500ml 的滴露，他们卖19英镑。最后呢，在找了几个星期之后呢，我终于在 Waitrose 超级市场里面找到滴露了。500ml 的滴露当时是卖3英镑。我还立刻拍照，然后放去 Instagram， 到处跟大家说我终于买到滴露了。我觉得啦，如果你们也是在找滴露的话，如果你们不紧急的话呢，是可以去不同的超级市场，譬如说 Tesco、Asda 他们的网上商店去看一下你们抢不抢到。不过我个人就是抢不到，我就是不够别人快去下单。另外呢，你们也可以好像我一样去 Waitrose 那些超级市场的实体店去找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好像 Waitrose 是比较多滴露卖的。如果真的找不到，而且你们很赶急要立刻要用的话呢，可能真的要去 Amazon 买了。因为现在是特别的时期嘛，所以我会特别的着重个人的卫生还有消毒，所以呢，我就会用这个消毒酒精。尤其是每一次当我收到邮递包裹的时候呢，我也会用它来消毒一下我的包裹才拿回去。我这一次买的这个呢是 99.9% 浓度的一个消毒酒精，它有500ml， 我是在 Amazon 买的。为什么我在 Amazon 买了？因为我之前有问过 Boost 的店员，他们说根据他们所知道呢， Boost 是没有卖这个 rubbing alcohol 的消毒酒精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建议我去 Amazon 买。因为它这个浓度实在太高了，所以我会稍微把它稀释一点点，让它变成大概是80% 的浓度才使用。
听完 Boost 店员的话之后呢，我也去 Boost 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卖这个消毒酒精 rubbing alcohol。的确他们是没有卖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呢，我也会建议你们先去 Amazon 看看。你们觉得如果留学生只可以在宿舍放一个电器的话，他们会放什么呢？我觉得一定是这个电饭锅。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有这个小蒸架或者小蒸笼的，那样的话呢，在我们平常煮饭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同时在上面放一些菜，放一些肉，那样就可以更加方便的煮饭呢。我自己就很喜欢用电饭来煮各种的懒人料理，譬如说鸡腿饭啊、番茄鸡蛋饭啊，还有可以煮蒸蛋等等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平常是煮什么懒人料理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因为英国人很喜欢喝茶原因，所以呢，在英国你可以买到很多种类的电热水壶。如果你想买一个塑胶材质的电热水壶的话呢，价钱大概是10英镑或以上。如果你想跟我一样买玻璃材质或者金属材质的话呢，大概要20英镑或以上。我自己买这个呢，是因为我被它那个漂亮的玻璃所吸引，然后它的容量大概是1.7公升，我这个应该大概是30英镑左右，我不是很记得那个确实的价钱。因为实在是有太多款式的电热水壶，所以我也很难跟你们比较一下哪里买是最便宜的。所以呢，我会推荐你们可以上 Amazon 去看一下，因为那边有很多不同款式的电热水壶。我是戴隐形眼镜的，我的视光师跟我说，在选择洗手液的时候呢，我应该避免不要选择一些太油啊，或者有滋润成分的洗手液，因为那些对于隐形眼镜来说是不好的。在我尝试很多个牌子的洗手液之后呢，我最后选择用这个，因为呢，虽然它里面写说是有滋润成分在，但是我觉得它摸起来也不算是太油。我买了这么多次这个洗手液之后呢，我发现这个怎么便宜也要1英镑才有一支，如果没有特价的时候可能还要1.5英镑。因为最近紧张的时期嘛，所以呢洗手液的消耗又特别快，所以这一次呢我就买了补充装，这里3包就等于12支的洗手液，这里3包呢一共我买了8.55英镑，我在 Amazon 买的，等于大概71.25p 一支的价钱，所以便宜很多。如果我们用那个 Amazon 的 Subscribe and Save 的 function， 我们在下单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下一次购买的时候的话呢，那可以再便宜 5%。 在下飞机的时候，无论我们多辛苦多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出去买被子啊枕头那些，我们才可以当晚睡觉休息啊。在买被子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包装上面有 TOG 这个数字，你们又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其实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被子越保暖，通常这个数字是在 1.5 到15中间的。我自己来说呢，我是比较喜欢盖比较厚的被子睡觉，在这个天气之下，我觉得现在这个 10.5 tot 的被子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。不过呢，或者之后冬天的时候呢，我就要换一个更加厚的一个被子睡觉了。我买这个被子的时候呢，它刚好做特价，所以这个 10.5 tot 的单人被子呢，我买的时候是8英镑，在 Asda 超级市场买的。我觉得我买这个价钱也算是便宜，因为我看到 IKEA 呢买12 tot 的被子，他们没有 10.5 的被子，单人的被子呢要14英镑。不过其实也挺多地方是挺便宜的，譬如说在 Primark 买这个双人的 13.5 tot 的被子是13英镑左右，所以其实价钱也不是差很远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影片越来越无聊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全部也是床上用品。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枕头啦，我买枕头的时候刚好它又是在做特价，2个是6英镑，我是在 Asda 超级市场买的。其实这个枕头就是很普通的一些枕头，睡久了就会变扁，里面是没有记忆海绵的。
我看到有时候 IKEA 做特价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会有比较便宜的价钱，2英镑有时候也可以买到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床单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英国呢，床单跟被子套和枕头套是2个分开买的东西来的。我现在在 Primark 买了这个款式的床单呢，它是有一个橡皮筋在边边，另外还有一款呢是直接一块布给你铺在床上面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呢，它的质地真的是有一点粗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它的颜色，我是绝对不会买这一款的。因为我发现 IKEA 的床单价钱其实跟这个也差不多，而且那个质地好太多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对于那个颜色啊、款式啊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去 IKEA 那边看。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被套和枕头套啦，我也是在 Primark 买的。虽然我宿舍的床是单人床，不过因为我想要多一个枕头套去替换，而且因为我有2个枕头嘛，所以我最后也是买了这个双人床的 size。我买的这款算是 Primark 同类型产品之中算是比较贵的，而且它的质地也算是比较好的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它的质地有一点太粗了，但是用久了还是 OK 的。它的价钱大概是20英镑，在其他地方，譬如说 IKEA 啊、Asda 啊，其实也有很多款式可以给你选择。IKEA 的话呢，如果你刚好碰上特价的话呢，纯白色的双人床被套和枕头套呢，只需要10英镑。Asda 的话呢，可能就大概是12到20英镑。其实我除了上面所说的东西，也买了很多东西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对于某一些东西，譬如说化妆品、护肤品，特别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就可以独立的拍一支影片，跟你们说我买了什么，还有那个东西好不好用呢？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